作为 F1 历史上最成功的工程师之一，阿德里安·纽维毫无疑问是如今围场上最响亮的名字之一。正因为他在空气动力学设计上有着极其过人的能力，所以他通常能把使用着相同引擎的赛车发挥出更强大的性能。他设计的赛车一共赢得了183场大奖赛，和威廉姆斯、迈凯伦、红牛3支车队一起拿下过总共10座车队总冠军，并且帮助曼塞尔、普罗斯特、达蒙希尔、雅克维伦纽夫、哈基宁、维特尔和维斯塔潘夺得了一共12座车手总冠军奖杯。纽维的故事贯穿了围场长达35年，而且传奇仍在继续。在今天，纽维毫无疑问是各家车队都想请进自家门的顶级工程师，但他的故事却要从被狼狈逐出校门开始。1958年12月26号，纽维出生于伯明翰东南方向35公里的一个小镇艾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德的一辆车上。当时开车的正是他赶着上班的妈妈。纽维的妈妈在二战时期是一位救护车驾驶员，可能是受这段经历的影响，纽维从小就对汽车和速度非常着迷。不过，虽然他和杰瑞米·克拉克森一起就读于著名的瑞普顿男子学校，但他的成绩却一塌糊涂，甚至很不安分。纽维16岁那年，英国摇滚乐队 Green Slade 曾经在瑞普顿学校的一栋19世纪建成的建筑里面举行演唱会，而纽维却偷偷闯入了演唱会，把混音器的音量调得非常高，导致这栋古老建筑的彩色玻璃窗直接被巨大的摇滚歌声给震碎了。再加上纽维的成绩实在是看不下去，于是他被学校开除了。但之后的纽维迷途知返，来到 Leamington Spa College 取得了 diploma， 最终在南安普顿大学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航空航天工程的学位。当时是1980年，正是 F1 地面效应盛行的年代，而纽维的毕业论文讨论的也正好是地面效应。毕业后的纽维来到了飞地帕尔迪车队，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飞地帕尔迪 F8 的首席空气动力学工程师。之所以刚毕业就能有首席的头衔，是因为车队里就他一个气动工程师。由于是纽维的第一部作品，所以这辆赛车经常被人诟病设计的过于保守，故障率接近 50%。 最好的成绩是科克罗斯伯格在1980年意大利站拿到的第5，也是这辆赛车取得的唯一的2个积分。1981年，由于飞地帕尔迪车队遭遇财政危机，纽维转投 March 车队，担任欧洲 F2 赛事中 March 车队车手克里斯蒂安·丹纳的比赛工程师。他也是头一次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位置呢，就相当于 Bono 之于汉密尔顿，哈维之于勒克莱尔。而就在第一场比赛里，缺乏经验的纽维就出了岔子。在当时没有 Team Radio 的年代，工程师如果想和车手通话，就要在维修区里把耳机插到赛车上。但纽维在丹纳出站的时候忘把耳机给拔下来了，就像加油忘记拔油枪一样。倒数第2圈，一直领跑的丹纳突然没油慢了下来，最终被套了2圈完赛。丹纳怀疑纽维没给车加够油，导致自己退赛，而纽维则说真正的原因其实是燃油泄漏。2个人吵得不可开交，愤怒的丹纳立刻要求更换比赛工程师。纽维也是第一次被炒鱿鱼，但他并没有离开 March， 而是担任了另一位车手约翰尼·塞克托的工程师。丹纳和纽维的关系并没有因此破裂，丹纳也承认自己是唯一一位不喜欢和纽维合作的赛车手。1982年，纽维跟随 March 来到美国伊姆萨系列赛，并在车队老板罗宾·赫德的指导下，真正意义上的打造出了自己的第一台赛车 March 82G。基于在 F1 中的经验以及欧洲 F2 赛事中宝马和 March 的合作，纽维得以重新设计宝马 MEC 的铝制单体壳车身，其中最具亮点的设计则是车头的这张大嘴。这个大洞可以把气流输送到车身底部的文丘里通道来增强地面效应，因为车头独特的形状被对手戏称为龙虾爪。但到了赛场上，他们就笑不出来了。这台搭载了5点7升雪佛兰 V8 引擎的 March 82G 连续2年成为了 GTP 组别冠军车队的座驾，而1983年和84年的 March 83G 和 84G， 纽维也沿用了这种龙虾设计。1984年，纽维设计了他的第一台印地卡赛车 March 84C，这台赛车也被赛场上绝大部分车队所使用，并拿下了16场比赛的10场胜利，其中还包括1场印第500。其余的6场胜利以及车手年度总冠军则都被马里奥·安德雷蒂赢下。而到了1985年 ，March 85C 也拿回了本属于他们的车手总冠军。这台赛车拿下了15场比赛中的12个杆位以及10场胜利。
潘斯基车队的老阿尔弗雷德·安瑟在赛季最后一场比赛的最后几圈超越了罗伯托·莫雷诺，来到第4的位置，成功以1分之差从自己儿子小安瑟手里抢来了总冠军。而这一年的印第500更是塑造了著名的 Spin and Win 名场面。潘斯基车队的另外一位车手丹尼·沙利文在超过领跑的安德雷蒂之后，原地打转360度，奇迹般的避开了安德雷蒂和赛道护墙，并且最终又追上并超过了安德雷蒂，在领跑了比赛的最后61圈后夺冠。1986年的 March 86C 也是一样的剧本，就像承太郎一样，脸上处处写着无敌2个字。这一年他去了 Craco 车队做安德雷蒂的工程师，但年度冠军却是同样开着 March 86C 的鲍比拉哈尔。如果说1980年代初纽维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名赛车工程师，那么从这时候开始，纽维已经凭借在 IMSA 和 IndyCar 系列赛的成功变得家喻户晓了。1986年 IndyCar 赛季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纽维就重返了 F1 赛场，他被哈斯罗拉车队签下，在罗斯布朗手下工作。别误会，这个哈斯跟现在英语老师的哈斯可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哈斯罗拉车队是一位名叫卡尔哈斯的人和前迈凯伦车队老板泰迪梅耶共同创立的，而纽维重返 F1 就是受到了泰迪梅耶的邀请。这个哈斯则是英国汽车制造商 Lola Cars 在美国的官方进口商。卡尔哈斯在美国 Kart 系列赛取得成功后，于1985年得到了一家名为 Beatrice 的食品加工公司的赞助，来到 F1 赛场。但是呢，1985年秋天 Beatrice 管理层发生了巨大变动，他们减少了在1986年对哈斯罗拉车队的赞助，而卡尔哈斯也没能找到新的赞助商，于是把车队卖给了当时布拉汉姆车队的老板伯尼。纽维也因为哈斯罗拉的解散重新回到了美国，在卡尔哈斯的另外一支车队 Newman Haas 再次担任安德雷蒂的比赛工程师。在1982年 March 车队老板罗宾赫德把车队托管给 Ram Racing 之后的第5年，也就是1987年，Leyden House 以4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 March 车队。这时候罗宾赫德建议重返 F1，理由是即将在1989年到来的涡轮禁令会使车队研发成本大幅降低。他们想把纽维请回来当技术总监，虽然在美国纽维的工资和奖金都更加丰厚，但为了梦想还是返回了 F1， 来到了财政困难的 Leyden House March 车队。1988年，纽维设计了他的第一辆 F1 赛车 March 881，在涡轮增压的最后一年，881依然采用了自然吸气的 Trad V8 引擎。车手卡佩利在比利时取得季军，在葡萄牙取得亚军。日本站在普罗斯特失误情况下完成的超越，更是卡佩利一年最高光的时刻。最终 March 在年终积分榜上排名第6，包括同样使用 Trad 引擎的威廉姆斯车队，在所有自然吸气的车队当中仅次于贝纳通。而纽维对881车身的设计更是在下一年被所有小车队抄了个遍。时间来到1989年 March 车队仍然使用881参赛，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新车没准备好。直到第3站，他们的新车 CG891 才驶上赛道，而新车名字前面的 CG 也是为了纪念刚刚因为交通事故去世的车队赛事总监切萨雷·加里伯尔迪。CG 正是他姓名的首字母缩写。CG891 在排位赛中展现出了一些非凡的潜力，比如墨西哥站取得了第4，但正赛的稳定性却惨不忍睹，两位车手一共退赛了19次。其中的原因不乏发动机、变速箱以及电子设备的故障，新车 CG891 一分未得。1989赛季唯一的4分是巴西车手古格尔明在揭幕战主场用旧车881拿下的季军。1990年，车队已经正式去掉了名字里的 March， Leyden House 也为车队注入了更多的资金，但纽维设计的 CG901 可谓是晦涩难懂。虽然在空气动力学上绝对处于领先的地位，但却受制于 Trad 引擎的影响而变得异常敏感，难以操控。两位车手在前半赛季经常排位赛就被淘汰，连正赛都进不去。直到法国站，纽维在气动上又带来了升级，把两位车手送到了第7和第10的发车位。正赛，卡佩里甚至依靠不进站的策略领跑了45圈，直到最后3圈才被普罗斯特超过，取得亚军，是整个赛季 Leyden House 车队最高光的时刻。但 Leyden House 的老板赤木明是个妥妥的商人，尽管纽维的设计已经初见成色，但由于纸面成绩不好看，纽维还是被炒掉了。对此，纽维表示，反正我也早就想走了，因为当一支车队被一个会计管理运作的时候，你就该离开了。我的自信心确实受到了打击，直到威廉姆斯找到了我。
纽维的话其实不无道理，赤木明在1991年就卷入了洗钱与诈骗的丑闻当中，最终葬送了 Rittenhouse 与 March， 他本人也因此入狱10年。而来到威廉姆斯的纽维也正式开启了自己漫长的传奇生涯。在这里简单复习一下我之前关于威廉姆斯主动悬挂神车视频的知识。纽维和帕迪罗维、帕特里克·海德一起对威廉姆斯 FW14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其中就包括半自动序列式变速箱和牵引力控制系统在 F1 赛车上的首次应用，而最重要的则是主动悬挂系统的回归。威廉姆斯这时候已经掌握了处理庞大数据的解决方案，但1991年对威廉姆斯来说是探索性的一个赛季。刚刚回归威廉姆斯的当家车手曼塞尔遭遇开局3连退，但在之后强势反弹，取得5个分站冠军。而1992年的威廉姆斯 FW14B 则是真正的猛兽，经过改良的主动悬挂系统搭载了更复杂的传感器和可调节的减震器，车手甚至可以通过方向盘上的旋钮就可以调整赛车的攻角。再搭配上强悍的雷诺 3.5 升 V10 引擎，威廉姆斯 FW14B 平均每场比赛可以领先其他赛车1到2秒夺得杆位。正赛也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成1圈快1秒。在曼塞尔的主场英国，他领先队友39秒夺冠，如此恐怖的统治力让曼塞尔提前5站就夺得了车手总冠军。而1993年的威廉姆斯 FW15C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 F1 历史上最先进的一台赛车。FW15C 配备了电控单元，同时赛车的4个轮胎悬架分别配备了独立的电机，悬架上的传感器可以随时侦测赛道状况，并把数据传送给 ECU。ECU 对数据的强大处理能力可以迅速把指令传给4台电机来调整悬挂的高度以及软硬，也可以通过预编程来预判下一个赛段的悬挂调教，甚至无级变速都被威廉姆斯搞了出来。不过如此超前的科技被 FIA 及时禁掉了，不然威廉姆斯真的会一飞冲天。这个赛季普罗斯特领先塞纳26分，夺得了自己最后的一个车手总冠军。1993年最后一站澳大利亚，已经发表过退役声明的普罗斯特和塞纳互相拥抱，二人的恩怨以普罗斯特的退役彻底结束了，而塞纳也接替了普罗斯特的位置来到了威廉姆斯。其实在本田退出 F1 后，塞纳就想在1993年加盟威廉姆斯，但普罗斯特与威廉姆斯签约的合同中有一条就是不可以签下塞纳作为自己的队友，所以塞纳就留在了迈凯伦。到了1994年，塞纳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威廉姆斯，但这一次把威廉姆斯变成银河车的主动悬挂系统、牵引力控制系统和防抱死系统等等电子辅助系统都被禁掉了。原因是扎纳尔迪在1993年比利时站红河湾的事故，让各支车队和 FIA 都意识到了以主动悬挂系统为代表的电子辅助系统故障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禁令，过分依赖主动悬挂的威廉姆斯来不及研发一台全新的赛车，他们只好把2年前的 FW14B 拆拆补补，打造出一台 FW16。结果可想而知，这台极其偏向于曼塞尔调教的赛车，在去掉电子辅助之后，容错率是非常低的。前3站的排位赛，塞纳都取得了杆位，但塞纳在前2站都退赛了。揭幕战巴西，让阿莱西在起步阶段超过了排位赛第2的舒马赫，这让塞纳在舒马赫夺回第2的位置之前拉开了4秒的差距。但在第21圈，两人同时进站之前，舒马赫已经把差距缩小到了1秒，并在维修区内超过了塞纳。从此，塞纳开始了对舒马赫漫长的追击。第55圈，他们2个人已经把第3的达蒙希尔套圈了，但塞纳却突然失控退赛。这次事故已经足够说明这台 FW16 的问题了。塞纳在赛季前就表示自己对这台赛车十分没有信心，甚至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第2站练习赛 spin 之后，塞纳更是直言 FW16 让自己看起来很愚蠢。纽维也承认 FW16 在去掉电子辅助系统之后，赛车缺乏后轮抓地力，并且在伊莫拉之前找到了问题的根源，那就是赛车底盘过低。塞纳也兴奋地找到自己的好朋友吉恩哈德伯格说，我们终于找到问题的所在了，从现在开始2-3周之后，我们的成绩就会好起来。1994年5月1号是全世界车迷无法忘记的一天，在巴里切罗的严重事故和拉岑伯格的致命事故后，塞纳顶着巨大的悲伤返回了赛场。他从杆位出发，但刚刚发车，贝纳通车队的 GJ 莱托的赛车就抛锚了，引发了一连串的事故。安全车带领了4圈之后，比赛重新开始。塞纳面对着身后舒马赫的巨大压力，一心争冠的塞纳因为开局2连退就落后了舒马赫20分。
可想而知，此时的威廉姆斯与塞纳所面临的压力。第7圈，塞纳在坦布雷罗湾失控，以每小时211公里的速度撞上护墙，赛车的右前悬挂断裂，像一根鱼叉一样刺进了车身的头颅。事故发生4小时后，塞纳被宣布离世。这次事故给纽维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困扰，他甚至被检察官起诉。和他一同被起诉的还有帕特里克·海德、弗兰克·威廉姆斯以及赛道方代表和赛会干事等6人。7个月后被宣布无罪。但意大利检察官提出上诉，这次他们起诉的只有帕特里克·海德和纽维，直到2年后才因证据不足而被宣布无罪。事故的原因则被定性为转向杆断裂。纽维也说自己应该为这次事故负责，他承认 FW16 的侧箱设计过长，导致侧箱前部经常碰到地面，经过扩散器的气流因此突然中断，造成赛车抓地力骤减。纽维说，一整个周末他都无法找到合适的离地间隙。第1圈的事故后，安全车带了整整4圈，导致轮胎温度和胎压都下降了。但胎压的下降也可能是赛道上遗留的事故碎片造成的。塞纳很可能就是因为胎压的下降，赛车底板贴地而发生了致命事故。同时，纽维否认了转向杆断裂的说法。虽然塞纳抱怨 FW16 曾经同时出现转向过度和转向不足，车队不得不更换转向杆，但在事故发生的前一刻，前轮有转向动作，并且塞纳是先踩油门，然后慢慢抬起到一半，最后踩下刹车。如果转向杆有问题，他会立刻刹车。塞纳离世后，纽维曾经产生过自我怀疑，在有人开着自己的赛车丧生之后，我是否应该继续参与比赛？我不再有决斗士一般的激情了。当我回看塞纳1990年摩纳哥站神之一圈的车载后，我脑子里想的只是一个人究竟是如何把车开到那种地步的。言外之意就是，纽维已经不再赞叹于塞纳驾驶技术的出神入化，而已经开始怀疑为什么塞纳要如此激进的去驾驶。伊莫拉之后，纽维推出了威廉姆斯 FW16B， 这是在事故以后按照赛会的要求修改后的版本，并且缩短了侧箱设计。库特哈德接替了塞纳的位置，威廉姆斯甚至在赛季末把41岁的曼塞尔请了回来。他在最后一站的胜利也帮助威廉姆斯取得了车队总冠军，而车手总冠军则非常争议的由舒马赫获得。他在英国站忽视黑旗被禁赛2场，并且在最后一站故意撞向达蒙希尔，确保了自己以1分之差赢得了世界冠军。1995年 F1 规则大改，引擎排量降低到3升，并且削弱了下压力。纽维也推出了第一台高比翼版本的威廉姆斯 FW17， 它也被认为拥有围场中最好的底盘和空气动力学效率。库特哈德也曾经表示 FW17 是他驾驶过最棒的一台赛车。尽管达蒙希尔和库特哈德拿下了12个杆位，但他们的正赛表现始终不如舒马赫和他的贝纳通 B195。达蒙希尔和库特哈德的几次失误也让冠军彻底落入舒马赫囊中，车队总冠军也被贝纳通抢走了。从这时候开始，纽维和威廉姆斯车队就已经产生了隔阂。很明显，帕特里克·海德是威廉姆斯车队的创始人之一，他有车队的股份，所以在话语权上，纽维经常受到海德的打压，迟迟无法凭借过硬的才能和经验成为车队的技术总监，这让他萌生了离开的想法。1996年，威廉姆斯车队签下了吉尔·维伦纽夫的儿子雅克·维伦纽夫，而威廉姆斯 FW18 也非常给力，统治了整个赛季。季前测试，2位车手跑了1718圈，是所有车队中最多的。而 FW18 统治力的另外一个来源，则是贝纳通车队的变动。最关键的因素，则是舒马赫带着一众核心工程师去到了法拉利，从此威廉姆斯再无对手。下半赛季新秀小维伦纽夫的积分甚至追上了达蒙希尔，最后一站日本之前都保留着争冠希望，但条件是小维伦纽夫必须获胜，而希尔不得分。不过他在37圈右后轮的脱落，让希尔顺利拿下自己唯一一个世界冠军。可惜的是，纽维看不到这样的场面了。虽然他和威廉姆斯的合同到1999年，但是与车队的隔阂让他提前离开签约迈凯伦。为了不泄露车队机密，纽维被迫休了花园假期，所以他将错过1996下半赛季的比赛和1997年绝大部分的比赛。此时的纽维估计正在电视机前看着自己的杰作呢吧。不过在离开之前，纽维就已经设计好了威廉姆斯1997年的赛车 FW19。虽然罗斯布朗来到法拉利和舒马赫重聚，但是这依然阻止不了威廉姆斯的统治。在最后一站，舒马赫故意撞向小维伦纽夫，被取消全年积分。小维伦纽夫也成功在进入 F1 的第2年就拿下了世界冠军，从此高开低走。
而威廉姆斯随着纽维的离开，也正式结束了车队的辉煌时期。纽维也即将开始自己的迈凯伦生涯。